大家好，我是美厨娘丽丽。把面粉倒入滚烫的油锅中，出锅瞬间变成一道好吃的小零食。第一次见这种做法，成品出来后真的是惊艳到我了。好啦，废话不多说，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一个大碗，往里边倒入200克普通面粉，再加入100克玉米淀粉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两种粉充分混合在一起。如果家里面有低筋面粉的话，就直接用低筋面粉就可以。搅匀后，先给它放一旁备用。起锅烧热，倒入150毫升玉米油，开大火把油温烧至6成热，放一根筷子下去，周围能迅速起小泡泡，说明油温已经可以了。然后关火，再把面粉倒入油锅中，边倒面粉边用筷子搅拌。因为面粉的吸油性不同，面粉的量我们可以酌情调整。在搅拌的过程中，如果面粉太干的话，就再加一点玉米油；如果太稀的话，就直接加面粉就可以。最后搅拌成这种颗粒状，没有干粉颗粒就可以。再把它盛出来，放入大碗中放凉备用。接着准备2个鸡蛋，把它打入大碗中，加入80克白糖，喜欢吃甜的可以多放一些，不喜欢吃甜的就少放一些。再加一勺无铝泡打粉，大约是5克左右，再用蛋抽搅拌均匀，让所有食材充分混合在一起，搅拌至白糖融化。最后搅拌成这种鸡蛋液变成这种微微发白，再把它倒入刚搅拌好的面粉碗中，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。搅匀后，再戴上一次性的手套，给它下手揉匀，最后揉成能抱团。最小把面团捏成团，感觉比较软，像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再盖上保鲜膜，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准备几个核桃，用擀面杖敲一下，把核桃壳敲裂开。再把它掰开，把核桃仁取出来。喜欢吃核桃的，我们可以多准备一些。再把处理好的核桃仁放入大碗中，倒入适量的清水没过核桃仁，把核桃仁清洗一下。因为核桃仁表面呢会有很多的杂质，这样清洗一下会更加干净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直接放到烤盘中，给它铺平铺均匀。放到烤箱中层，上下火160度，先给它烤10分钟。每个烤箱的脾气不同，烤的时间我们可以酌情调整。10分钟后，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现在的核桃已经烤成这种金黄色了，像这样就说明已经烤熟了。再把它取出来，倒入盘中，先给它放凉。用手摸核桃仁不再烫手的时候，我们再把核桃仁表面的这层皮搓掉。因为这层皮呢，味道比较苦涩，用手像这样一搓，核桃皮就掉下来了。全部搓好后，再把核桃放入漏勺中，把核桃皮过滤出去，用漏勺像这样筛一下，核桃皮就过滤出去了。把过滤好的核桃仁放到案板上，再取出擀面杖，给它压碎。如果想偷懒的朋友，也可以直接放到绞肉机给它搅碎。尽量压得碎一些，如果有压不碎的颗粒，我们就用刀给它剁一剁，就压成这样的核桃碎就可以。再把它放入面团的碗中，再下手给它揉匀，让核桃仁完全融入面团里。在揉的过程中，如果觉得太干的话，我们再加一个鸡蛋液，最后揉成这样一个偏软一点的面团。用手揪一下，把面团能抱成团，像这种状态就可以了。然后再戴上手套，揪一下，把面团大约是30克左右，用手捏一捏，再给它搓成小圆球，最后搓成和鸡蛋黄一样大小的小圆球就可以。接着准备一个烤盘，在底部铺上一张油纸，把小圆球放到烤盘上。剩下的面团用同样的方法给它分成30克一个的小圆球，依次摆放到烤盘上。
中间要留一些空隙，防止粘连在一起。全部放完后，再取出一把勺子，用勺子在小圆球上轻轻一压，给它压成一个饼状，像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在压的过程中，周围没有裂纹，说明面团太稀；如果容易散开，说明面团太干。如果是太稀了，我们就再加适量的面粉；如果是太干了，就再加点油或者是蛋液来调整。不过按照我的比例做出来的还是很酥脆的哈。接着撒一些黑芝麻在面饼的中间，全部放好后，再用勺子给它按压一下，让黑芝麻粘得更加牢固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就按成这样的状态就可以。全部做好后，烤箱提前预热5分钟，把它放到烤箱中层，上下火160度，烤40分钟。时间到，我们打开盖子看看，哇，好香啊！浓浓的核桃香味扑鼻而来，颜色金黄，看着就很有食欲。再把它取出来，看一下这样做的核桃酥和外面买的是不是没有什么区别？看着就非常的酥脆。稍微放凉后，把它取出来装入盘中，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非常好吃的核桃酥就这样做好了。曾经以为核桃酥那么好吃，一定是因为特别的做法，加了特别神奇的美味进去。后来知道了，只要用心去做，简简单单，核桃仁清香，可口鲜美的核桃酥一样能出自自己的巧手。我们看一下酥脆效果，用手轻轻一掰，就酥得掉渣，放凉后口感更好，更加酥脆。非常的酥脆，吃起来有着核桃的香气，非常适合一家老小的口味。做法真的是没有任何难度，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啦，今日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我是丽丽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咱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